All right, I want to talk about education. So 好的，我想聊聊教育，数据非常糟糕。我是说，I mean, there are business 非常非常糟糕，对吧 the？importance of college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美国，大学的重要性，回到2010年，75%的美国人 Americans said it's important to go to college. 说上大学很重要，那个数字35%. Right? 现在下降到了35%，对吧？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 The group that's out. 结果是失业时间最长的一个群体，对吧？而且学费。 But still, and 不 tuition. 过话说回来，学费自1983年以来已经上涨了900%。是哦，大学的行政开支已经失控了。没错， So 我想我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我说布朗大学大概每2个学生就有一个行政人员，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高了。行政人员有什么用呢？ they should teach 他们应该教点什么？你的大学经历是咋样的？我在加拿大的女王大学读了几年，我通过我妈妈获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她出生在加拿大，我爷爷其实是美国人，但不知为何我妈妈没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所以她出生在加拿大，我就获得了加拿大公民身份。而且我当时没钱，所以一开始只能上加拿大的大学。人们都忘了这一点。开始的时候，你并没有庞大的社交网络， this giant social network or huge amount of wealth. 也没有巨额财富。 Yeah. 没有。我17岁的时候到了蒙特利尔，我记得当时带着大约2500加元的旅行支票，那时候旅行支票还很流行，还有一包书和一包衣服，那就是我的起点，那是我在北美的起点。然后我去了皇后大学读了2年，之后又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我在那里获得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双学位。毕业了，在宾大读的本科，在宾大的沃顿商学院。然后我本来是想在斯坦福读一个博士，研究电动汽车的储能技术。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材料科学专业。我当时的想法是，想创造出一个有足够能量密度的电容器，这样电动汽车就能有更长的续航里程。挺有意思的。我投资了一家超级电容器公司，结果不理想。你知道的，就是那种情况，你肯定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你不清楚是否能创办一家公司或者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就像大多数博士，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大多数博士学位并不会变成什么有用的东西。就是说，你可以在知识之树上添一片叶子，但这不一定是一片有用的叶子。很大一部分的优秀企业家都从研究生院或本科辍学了，但如今那种紧迫感是前所未有的，他们现在到处涌现。是的，别浪费时间，读研究生了，去开公司吧。课程完全跟不上科技的实际发展，而且我没有时间。 And we talk about this all the time. It's like, you know, 我们一直都在谈论这个，这就是时机，这是个关键时刻。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有人现在还要上大学，除非他们是想体验社交生活。 yeah. 是的， I mean, if you have the ability to go and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能力去创造一些东西，所以问题是，如果我能直言不讳地讲，你会如何重新设计教育项目，以便培养出更多的伊隆马斯克？如果我们想打造一个伊隆马斯克式的人才工厂，培养那些起步时一无所有，但却能推动突破性进展的人， what's 这其中需要什么？是什么驱动了你？ 好奇心关于宇宙的本质，所以我只是很好奇于生命的意义。还有基你知道的，我们生活在的这个现实是什么？所以 how early? My son Dax wanted to know what was it like for you in middle school and high school. 从多早开始，我的儿子达克斯想知道您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确实觉得上学挺痛苦的，而且非常无聊。在南非学校里还非常暴力，所以这就像那本书《安德的游戏》一样。 Yes. 需要努力生存。但在现实中，在这个真实生活的游戏里，它就像是，但没那么有趣。你的目标是逃脱吗？是的，逃离那个监狱般的学校， So that's a question I have. Do you, 这是我的一个问 do 题 you。think that 那很痛苦。 do you think 你觉得的大多数成功人士在早年都经历过很多磨难吗？你是否需要经历那种程度的磨难呢？
我想也许需要一点点的磨难，这总是很棘手的。比如，你该怎么对待你的孩子呢？需要制造人为的逆境吗？那太残忍了。我们有答案吗？那其实是沃伦·巴菲特的一个话题。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人为制造逆境可不容易。如果你爱自己的孩子，你不会想那么做。所以，没错，所以我经历了很多逆境，可能那也是好事。可能你知道的多少有点帮助吧。我想人们都说杀不死你的东西会让你更强大，也是点，也不是。至少我没失去肢体。我在想，什么不会让你致残呢？我可以稍微修改一下。经历磨难会让你变得更强大。过去5年，我一直在协助教授麻省理工的一门叫人工智能创业基础的课。每年当你对学生进行调查时，他们创办公司的意愿都会大幅上升。所以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入学新生的80%。这会是那种单人公司吗？有了人工智能，这也许是可行的，我猜。但他们想共同创立，他们不想成为唯一的创始人，他们想成为创始团队的一部分，这仍然行得通。但当彼得和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可能只有10%，而且他们都想拿博士。他们一直在做调查。我以前不认识任何想创业的人。我不记得有任何关于人们说他们想创办公司的对话。在斯坦福也是那样吗？实际上在学季开始几天后，我给材料科学系主任比尔尼克斯打了电话，说我想申请延期。他说我的课有那么糟糕吗？我说不是的。他说没关系，可以延期。但他又说这可能是我俩最后一次对话了。他说对了。但是后来大概是去年吧，他给我寄了一封信，说我对锂离子电池的所有预测都实现了。这听起来让人很高兴。那他有没有说你仍然可以回来读完博士学位？是的，斯坦福大学已经好几次说我可以免费回来读。这真是充分利用了你的时间。没错，我觉得所以每次钢铁侠电影上映，它的受欢迎程度大概又提升了10%左右，因为每个人都想成为托尼·斯塔克，所以这就是那个形象。我直到今天才知道，新的托尼·斯塔克，现代的钢铁侠。我一直以为托尼·斯塔克是以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和霍华德·休斯为原型的，他是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的教育背景以及他的科学探索精神与霍华德·休斯的雄心壮志相结合的产物，这就创造了最初的那个角色。但后来当小罗伯特·唐尼想重新塑造他的时候，他是以伊隆·隐秘为原型的。是的，他来见了我。这是格洛克百科效应。太棒了。是的，我跟乔恩·费如谈过，也跟小罗伯特·唐尼谈过。我喜欢格洛克这个名字，我也喜欢贾维斯。可能有一些商标问题。在某个时候，如果格洛克变得足够好，我们会叫他银河百科全书。那很好，确实如此。谢谢你。那么颠覆到教育这个话题，大学是否应该？我想你说的社交体验在那里很重要，但是对于教育，比如说初中、高中，你会怎么做？你刚刚和萨尔瓦多的布克尔总统一起参加了一个发布会，他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有远见的人，他为他的国家所做的一切令人难以置信。是的，了不起。而且有胆有识。我当时想，你竟然还活着。是的，这就像是 T， 这是核选项，对吧？把他们都铲除掉。我的意思是，除了把所有有帮派标志的人都关进监狱，你知不知道他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他去了所有帮派成员的坟墓，把那些坟墓都毁了。他说对你们的记忆将不会在这个国家留存，这真是太厉害了。而且他奏效了。你得是个狠角色，才能对抗所有贩毒团伙并取得胜利，而且仍然活着。而且还活着。他的宫殿那里有非常非常棒的保镖。但是你和他在萨尔瓦多宣布了什么？基本上就是用格洛克来进行教育，比如个性化教育。希望不是格洛克的粗粗版本。我们会有格洛克的儿童友好版本。
很明显，人工智能可以是一个个性化的老师，它有无限的耐心，并且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你仍然需要保持好奇心，而且你仍然需要有学习的意愿，你知道的。格洛克不能让你产生学习的意愿，但它能让学习变得更有趣。你或许可以把它游戏化并提供激励，对吧？它可以让学习更有趣，并且不那么像一条生产线。所以，但是孩子们确实需要必须的，他们需要有学习的意愿。是的，对，而且人们应该把大脑看作是一台生物计算机。是的，它是一台生物计算机，拥有一定数量的神经元和神经效率。是的，还有，你不可能把任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爱因斯坦，这不现实，因为爱因斯坦有一个非常好的肉体电脑，可以说是一个杰出的肉体电脑，所以你不能只是想培养出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那种成就，除非这个肉体电脑是非常卓越的。那么你觉得，当人们说我们需要解决美国的教育问题，因为它的根基已经坏掉了。我觉得真正坏掉的，我很好奇，是那个旧的社会契约，就是说高中表现好，考上好大学，拿到学位，然后找一份工作。我不知道这在未来是否还会有效。我们在播客里经常讨论这个，就是未来的职业不是找一份工作，而是成为一名创业者，是发现一个问题并解决它。是的，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我认为现在人们去学校只是为了社交体验，如果多使用人工智能，我认为学校教育体验可以好很多。我们将在萨尔瓦多，我希望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做，就是提供个性化的老师，这会好得多。而且你可以去一个有很多其他孩子的学校。我想，如果你想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话，但你不需要那样做，你可以在家通过手机来完成。所以我说，在这一点上，教育是一种社交体验。当我跟我那些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们交谈时，他们确实认识到，他们可以独立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事实上，他们在工作环境中会学到的更多。是的，他们去大学是为了社交体验，为了和一群同龄人待在一起。有点像一种成年礼式的社交体验。当然，独立生活，学习如何领导，或者在必要时保护自己。是的，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加入职场，你知道从一个19岁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你就是和一群年纪大的人在一起。如果你和一群中年大叔一起搞工程，你真的想那样吗？还是想和你知道，至少有一些和你同龄的女孩待在一起呢？是的，我想问，你能讲一下全民高收入的原理吗？全民高收入是如何运作的？好的，将会有比所有人类智能加起来还要多的数字智能，以及比所有人类还要多的人形机器人。假设我们处在一个良性的情景，是那种星际迷航、罗登贝瑞式的，而不是卡梅隆式的情景。是的，可怜的吉姆。我的意思是，我想有一些反驳的观点很重要，就是那种我们不要朝那个方向发展的这种想法。所以，机器人将会做任何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所有的蓝领工作都由机器人来做，所有的数据中心也由机器人来做。那么白领工作将会是第一个被取代的，因为在你能够移动东西之前，最先被取代的是任何只涉及数字化方面的工作。如果它是数字化的，比如它涉及在键盘上敲击按键和移动鼠标，那么电脑就可以做到，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当然，你需要人形机器人来制造东西，所以如果你做的只是改变信息，也就是白领工作，
那将是人工智能首先能够取代的。When is it gone? 它什么时候会消失呢？这是这个播客中令人振奋的部分。 When is 所有的白领工作大概什么时候会消失？ Well, there's a lot of inertia. So even with AI at its current state, 这其中有很多惯性和阻力， pretty close to 所以 being able to replace half of all. 即使以人工智能目前的状态来看，已经非常接近能够取代一半的工作了。白领工作 So anything that 也包括像教育这样的工作，任何涉及信息的工作， anything short of shaping atoms. 任何不涉及物理塑造的工作，人工智能现在可能可以完成其中一半或更多的任务。当然， But there's a lot of inertia. 但是社会中存在着很多习惯性，人们往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实际上必须有一家更多的利用人工智能的公司去和一家较少利用人工智能的公司竞争，从而形成一种推动力，促进人工智能的使用增加。是的， Otherwise, the company that 否则，那些仍然让人类去做人工智能可以做的事情的公司，将仍然继续存在，成为一名计算者，曾经是一份工作。所以以前，一个人类的计算者就是一份工作，你就是计算数字。以前不是机器干的，它以前是一个 it didn't used to be a machine. 人类的职位描述。你可以在网上查到那种照片，就是摩天大楼里 Pictures of like 满满的都是。都是女性在抄写，大部分是女性，从一个账本抄到另一个账本。 and men too. But yeah, but people. 也有男性做这个，也有很多女性， There was a lot of women, but there were 就是有整栋的楼里面坐满了人，他们就在办公桌前做计算。 Yeah. 是的， So they'd be calculating the interest in your bank account, or 他们会计算你银行账户的利息， some, science. 或者一些科学实验之类的，或者别的什么。 But if you want calculations done, 但如果你需要计算，人们就会去做。 so now 所以现在一台装有电子表格的笔记本电脑就能胜过一栋摩天大楼里几百个人工计算员的效率。 several hundred human computers. Right. of 现在 doing calculations. Now if 如果那个电子表格中哪怕有几个单元格是手动完成的，你也无法与一个完全由电脑完成的电子表格竞争。 a computer. 这意味着完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公司 Companies that are entirely 将会碾压那些不是这样做的公司。是的。 It won't be a contest.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竞争。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悲观情绪的顶峰。对于那些担心自己工作未来的人，我们正处于悲观的顶峰。但是也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就是 UHI 全民高收入。 You have a solution to 是的， this, which is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So how does that work? 那么全民高收入怎么运作呢？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得想办法进行一些过渡，因为这是一条崎岖的道路。 So my 我担心的不是长远发展，而是接下来的3到7年。 是的，这个过渡期会很崎岖，因为 we humans don't like change. 我们人类不喜欢改变，我们同时将会迎来激进的变革、社会动荡和巨大的繁荣。 And you can buy all. 随便想买多少特斯拉皮卡都 Things 行 are。going to get very cheap. Yes. 物价将会变得非常便宜。 So, this 所以 actually, in fact, 其实 doesn't happen. 坦白说，如果这不发生，我们国家就会破产的。我们的国债太可怕了。 是的， The interest on the national debt exceeds. 国债的利息超过了点， budget. 不仅仅是军事预算，我想是军事预算加上联邦医疗保险或者联邦医疗补助，两者之一好像是1点几万亿的国债利息， Yeah. 还在继续增长。 Yes, and the deficit is growing. 而且赤字还在增长。 But 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我们都会破产，走向经济崩溃。 and 所以我们有点像是不得不 We're going So- back. so it's We're like you going kind 还有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所以我想这肯定会发生。我们回到这次演讲的主题：人工智能和指数级技术进步如何拯救美国和世界。但是我想提一下，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之前谈过，我对此相当悲观。 and ultimately, I 最终 decided to be 我决定 fatalistic. 听天由命。 Um,
要往好处想。你很不情愿。Always look on the right side of life. 永远要看到生活的光明面。我正被钉在十字架上， Right side. 但我要往好处想。但这和税收及再分配无关。那么，全民高收入该怎么运作呢？我们一起好好想想。话说回来，我愿意听取各种意见，我也不是说已经把一切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在想，与其说采用全民高收入，不如采用比如说全民高品质的什么东西或者服务呢？ Yes. 是的， UHSS. Like, I 我猜 Okay, this 这 is 是我对事情将如何发展的一个推测。 Rollout. play out. 顺便说一句， By the way, I'm 这将是一段颠簸的旅程。我可不是说我对此了如指掌，但是我决定要往好处看。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我想感谢你们， And I'd like to 感谢你们在这方面给予我的启发。谢谢你，我很感激。